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之一，也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战役。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诸葛亮舌战群儒，智击周瑜，草船借箭，以及借东风之后，庞统的连环计、黄盖的苦肉计、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等，都出于此战。那么，正史中关于赤壁之战是如何记载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三维地图讲解之赤壁之战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赤壁之战前夕的天下局势。208年，曹操平定北方后，罢免了三公，重新设立丞相的职位，并自任丞相，大权独揽。接着，他便率军南下，准备攻打荆州。就在这时，荆州牧刘表病逝，其幼子刘琮继位。当得知曹操大军压境的时候，刘琮瞒着刘备主动向曹操投降，刘备无奈，只能率部南下。当走到长坂坡的时候，被曹操追上，刘备抛下妻儿，仅带着诸葛亮、张飞、关羽、赵云等人逃走。最后，张飞在当阳桥挡住曹军，赵云救出阿斗以及甘夫人之后，刘备率军前往夏口。至此，曹操继北方之后，又拿下了荆州，只要再打败孙权，则天下基本平定，距离统一华夏、成就帝王之业也就指日可待了。这时，贾诩劝告曹操说：“你已经打败了袁绍，现在又将汉水以南收入囊中，威名远著，军事甚大。相邻物资丰饶，你只需要褒奖官吏，安抚百姓，使百姓安居乐业，则不需要劳师动众，就可以让江东积福。”可曹操并没有听从贾诩的建议，继续进军江东。再来看刘备，此时他属下只有关羽率领的万余水军，以及刘表长子刘琦的万余人马屯驻于夏口。而曹操的几十万水军则从江陵出发，顺江而下前来追击刘备，情况万分危急。这时，诸葛亮对刘备说：“现在形势危急，我请求前往江东，去向孙权求救。”孙权此时屯兵于柴桑，于是诸葛亮便跟随鲁肃前往柴桑。见到孙权后，诸葛亮说：“如果你想以吴越之众对抗曹操，那就应该尽早与他断绝关系，要不然还不如直接投降，向他称臣算了。你外托服从之名，内怀犹豫之计，恐怕是要大祸将至了。”孙权听后很不高兴，反问道：“那刘备怎么不去投降呢？”诸葛亮说：“刘豫州是皇室后裔，英雄才略，怎么能够屈居曹操之下？”孙权愤怒地说道：“我怎可能把江东故地以及10万精兵拱手奉送给曹操呢？我有意联合刘备，可刘备在长坂坡刚刚打了败仗，如何能够抵抗曹操的大军？”诸葛亮说：“刘豫州虽然败于长坂坡，但还有关羽率领的水军1万人，刘琦的水军也不下万人。况且曹操为了追赶刘豫州，一天一夜奔驰了300余里，已经到了强弩之末。而且北方人不善于水战，荆州的民众虽然归附了曹操，但并未心悦诚服。只要将军命令猛将统领数万大军，与刘豫州齐心协力，定能打败曹操。曹操战败后一定北还，到时候荆州和江东的势力就会增强，鼎足之势便可形成。所以成败就在今日，望将军三思。”孙权听后非常高兴，立即召集部下商议。就在这时，曹操的书信到了，他告诉孙权：“我奉天子之命讨伐叛逆，现在刘琮已经降服，接下来我便准备率领80万大军与将军在江东会猎。”孙权把曹操的书信给部下们传看，众人无不惊慌失色。长史张昭等人说：“曹操挟天子以讨四方，如果我们抗拒他，属于名不正言不顺。况且我们之前能够抵抗他，凭借的是长江天险。可现在曹操已经占据荆州，不仅得到了荆州的水军，还有数以千计的蒙冲战船，长江天险也与我们共有。如果曹操水陆并进前来攻打，我们恐怕难以抵抗，因此不如迎接曹操，投降朝廷。”孙权听后颇为郁闷，起身上厕所的时候，鲁肃便跟了出来。孙权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你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”鲁肃说：“我听了他们的建议，全都是误导将军。我鲁肃可以投降曹操，可将军不行。如果我投降了曹操，还可以当个州郡的长官，可将军要是投降了，打算去往哪里安身呢？希望将军早定大计，不能听信他们。”孙权叹息说：“
他们太让我失望了，只有你和我的想法相同。鲁肃便建议孙权应该立即将周瑜召回商议。周瑜返回后告诉众人，曹操尚未完全平定北方，就敢舍弃鞍马，改用船舰与我江东抗衡。而且现在是严寒季节，战马缺乏草料，中原的士兵远道而来，定会水土不服，发生疾病。以上几点都是兵家大忌，可曹操却贸然行事。我请求率领精兵数万进驻夏口，一定能为将军击破曹操。孙权听后非常高兴，立即拔出佩刀砍向面前的奏案，向众人说道：从今往后，如果胆敢再说投降曹操之事，就和面前的这张奏案一样的下场。当天夜里，周瑜再次面见孙权，他说：众人听说了曹操的80万大军，就惶恐不安，但据我分析，曹操率领的中原将士不会超过15、16万，而且长期征战，早已疲惫不堪。荆州投降的将士最多也就7、8万人，但是这些人心怀猜疑，人数虽多，但并不可怕，我只需要5万精兵足矣。孙权拍着周瑜的后背说道：你能这么想，我非常欣慰。张昭和秦松等人只顾着自己的妻儿，私心太重，让我非常失望。只有你与鲁肃和我的想法相同。可是5万精兵，我暂时还无法给你，只能先给你3万。至于战船、粮草及武器，都会给你备齐。你与鲁肃和程普率兵先行，我再继续调集兵马，作为你的后援。如果你能战胜曹操，那就当机立断；万一要是失败了，你就退到我这里来，我们一起与曹操决战。至此，孙权与曹操的大战一触即发，赤壁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。孙权任命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都督，鲁肃为赞军校尉，大军从柴桑出发，前往江夏郡与刘备的大军会合。刘备此时驻军于樊口，即今天鄂州市向西90里的长江出水口。他每天都派出巡逻的士兵在江边眺望着孙权的军队。这一天，士兵们终于看到了周瑜率领的船队，连忙回营向刘备汇报。刘备得知后非常高兴，立即派人前去慰劳。周瑜对慰劳的人说：我有军务在身，没办法委派他人代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刘备能屈尊前来会面。刘备便乘坐一艘小船前去和周瑜会面。他对周瑜说：江东愿意抵抗曹操，实在是明智之举，不知道周将军此行带了多少将士。周瑜说：3万人。刘备一愣，说道：可惜有点太少了。可周瑜却说：足够了，将军就看我是如何击败曹军的。至此，周瑜和刘备的大军会合，结成了孙刘联军，准备与曹操决战。他们逆水而上，来到了赤壁，与曹操的大军在这里相遇。赤壁即今天湖北省赤壁市西北。然而就在两军准备交战的时候，曹军果然不出周瑜所料，由于水土不服，大量的士兵突发起义。两军相遇后立即展开激战，结果曹军被打败，不得不退到长江北岸的乌林，而周瑜则率军驻扎在长江南岸，两军隔江展开对峙。由于北方的士兵不擅长水战，于是曹操下令将所有舰船连接起来，人和马便可在船上如履平地。黄盖得知后，立即向周瑜建议说：如今敌众我寡，难以长期相持，曹军已经将战船连在了一起，如果采用火攻，定可击败曹军。周瑜深以为然，立即采纳了黄盖的建议。他们挑选了10艘蒙冲战船，装上干笛和枯柴，浇上告油，外面裹上帷幕用以伪装，上边插上旌旗，船后系上走葛。之后，黄盖派人去给曹操送信，谎称要投降曹操。至于诈降信的内容，正史中并无记载。当黄盖的船队到达江中的时候，风向转为了东南风，于是黄盖命令士兵开始扬帆。距离曹军还剩2里地的时候，曹军看到了江面上的10艘小船，但他们都以为是黄盖前来投降了。就在这时，黄盖命人点燃柴草，蒙冲战船立即着火，风借火势，火借风势，10艘战船带着火球，如同离弦之箭一般，快速地冲向了曹营。曹军这才反应过来，纷纷开始射箭。黄盖等人不幸中箭后坠入水中，黄盖被人救上来之后，吴军在慌乱之下没有认出他，只能暂时将他安置在侧床之中。黄盖大声呼叫韩当，韩当赶来才认出是黄盖，
流泪为他解开衣服，将他安全地送回了南岸的军营。而曹操的战船由于前后相连在一起，前面的着火之后就会迅速蔓延到后面，后面的根本无法逃离，致使全部战船着火，火势一直蔓延到曹军设在陆地上的营寨。顷刻间，浓烟烈火，遮天蔽日，曹军被烧死和淹死者不计其数。周瑜见此情景，立即率领主力大军出发，鼓声震天，奋勇向前。曹操知道败局已定，只能率领残兵从华容道步行撤退，结果云梦泽到处都是泥泞，道路不通。曹操只能让老弱残兵割草填地，大军才勉强得以通过。而在此过程中，不少老弱残兵陷入泥潭中死去，惨烈异常。周瑜和刘备则水陆并进，继续追击，但由于曹操撤退及时，跑得够快，没有追上。就这样，曹操一路逃回了南郡的治所江陵，即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。接着，曹操命曹仁和徐晃驻守江陵，文聘驻守江夏，让乐进驻守襄阳，满宠驻守当阳。他自己则担心因为大败，致使后方的政权不稳，急忙率军返回了许都。至此，赤壁之战结束，曹操统一天下的梦想彻底破灭，元气大伤之后，再也无力大举南下。孙权借此机会稳固了江东，而刘备则趁机夺取荆州的战略要地，实现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描绘的三分天下。《三国演义》关于此战的描写极为详尽，特别是对诸葛亮和关羽更是浓墨重彩的描述，这与正史的出入比较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